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好，观众朋友应该看过这个航海王 One Piece 哦，那现在美国是不是真的也要变海盗呢？好，但是这两个海盗差蛮多的啦。好，我们来看到美国现在宣称哦，连扣了2艘邮轮，那其中一艘啊说悬挂着是俄罗斯的国旗。好，这是美欧洲的司令部哦，在7号的时候，社群媒体上面哦所发布的消息，说在北大西洋扣押了一艘邮轮，那也说这艘是挂着俄罗斯的国旗，甚至照片也显示哦，一名美国，你可以看到这个海岸防卫队的官员，他使用望远镜哦，在看贝拉1号的邮轮。好，这贝拉1号后来改为的是马里纳号，不好意思，马里纳拉号。好，大约在半小时之后，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又发布消息说，在国际水域扣押了一艘无国籍的邮轮哦。那受制裁的影子舰队邮轮，那它的船名叫做索菲亚号，那当时正在国际水域航行。但是俄罗斯这边啊，就同日发了声明哦，说批评美方的举动违反了国际的海洋法。那我们刚刚也看到，目前您看到这画面是美国扣押悬挂俄国旗这个邮轮的画面也曝光。那美国士兵哦是借由着直升机突袭来登船，事发时那俄护航舰潜舰哦其实就在附近。好，那这件事情其实登上了微博热搜，一度是来到了第1名。好，那也就是美国大约在半小时内宣称扣押了2艘邮轮。好，但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军跟这个大西洋扣俄罗斯邮轮这件事情啊，其实似乎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看到从去年12月哦，这个有报道说就拒绝美方人员登船，而且迅速的逃离加勒比海之后，这个刚刚我们讲到的马里纳拉号跟美军的海上追逐战已经持续了18天。好，双方最近距离一度只有800米。好，所以大家就说了这件事情问到了白宫。那他说，被扣邮轮上的船员可能会带到美国来接受审判。好，所以美国目前看起来他们动作在国际上面频频一直不断的踩人家的脚。好，让大家觉得很生气。好，那川普现在盘算的委内瑞拉，当然就是石油这个目的越来越明显了。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说要无限期的掌握他们的石油销售。然后说美国管理3000万到5000万桶的原油销售，那能源部长也就美国这边说我们会无限期的来控制。川普发文则指出委内瑞拉将会使用他们从我们这项全新石油协议获得的资金，那只能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设限非常的多。好，那委内瑞拉的国营石油公司啊，也特别讲说，我们也正在跟美国洽谈原油销售的事宜。好，这是法新社所报道说，委内瑞拉的国营石油公司 PDVSA， 好，他在声明当中就指出，正依照两国现行的商业关系框架，跟美国来洽谈原油销售量。那声明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具体出口的规模或是谈判的细节。好，但是川普接下来马上就有动作，他在9号这天啊，要跟美国的石油公司高层来进行会面，讨论的当然就是委内瑞拉油业的计划。那甚至我们看到卢比欧啊，他对于委内瑞拉说要分3个阶段的政策。好，他说啊，这个按先后的次序分别是稳定、复苏跟过渡的阶段。那他重申说啊，这个石油的收入将会由美国来掌控，而且能造福美国人民的方式来做分配。因此现在大家就很关心油价。我们看到了，当川普说要进口5000万桶委内瑞拉的原油的时候，结果国际的油价就崩了，连了2天是重挫，美油跌了2%，伦敦原油跌了超过1%。好，那当然现在委内瑞拉的局势啊，跟美国都牵动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局势已经变成了蛮复杂的状况。也就是川普活捉马杜洛是不是有惊人内幕？就说啊，锁定背后的终极猎物，怕被
中国大陆抢光。好，那因为他发动的就是突袭式的军事行动嘛，说表面上好像是一场以恢复石油这个正常供应为名的干预行动，但外界认为啊，真正动机不是这样子耶。综合了这个多家的外媒报道，就说委内瑞拉的石油是一个比较显眼的目标，但是不是唯一的核心啊。其实隐身在黑金背后的是一整套牵动全球供应链的战略资源版图。好，当然就包含了贵金属还有稀土哦。好，美国心心念念的这2项状况哦，就是这一场地缘政治豪赌中最关键的项目。好，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到今年，几乎都脱离不了稀土的问题哦。所以美国要把这个中国大陆掐他脖子的手拿掉哦，就必须要再找到更多的稀土。好，那美国国务卿扬言哦，西半球是他们的哦，那是北京这边啊，则是呛瞎说啊，划分势力范围不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中方将会跟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国家共同反对强权的政治。好，所以现在美国政府也说要求委内瑞拉跟中俄等割席哦。那北京这边强烈谴责，他说这就是典型的霸凌行径，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那委内瑞拉的政局动荡，这个供油减，中国的地方炼油厂可能也要转向来买这个油了。好，我们看到是中国地方炼油厂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转向到伊朗等国来采购这个重油，以填补缺口。好，所以现在的局势啊，因为美国啊这个大手大脚，这个动作非常的多，挑衅意味也非常的浓哦，让很多的局势都升高，而且变得更复杂了。我们先问邱毅委员。现在川普啊，不要美国做世界警察，要改行做世界海盗。可是川普这个世界海盗，跟《海贼王》里面的鲁夫是不一样的。鲁夫是正义的，但是川普的世界海盗他是不正义的，甚至是霸道的。所以呢，基本上他现在至少已经我们看到有4步工作他要做。第一步，他发动突袭，把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夫妻给抓了。那第2步呢，就是今天电视墙里面一开始讲的，在北大西洋在公海里面直接就扣押了贝拉1号。而贝拉1号当时挂的是俄罗斯的国旗，旁边还有俄罗斯的核潜艇攻击舰在旁边护航，但是照抓不误。第3个就是把在国际组织里面退群，一口气就退了66个，其中31个是联合国底下的国际组织。第4个也是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谈到的，就是一定要拿下格陵兰。至于怎么拿，为什么要拿，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我们要谈到今天最精彩的这18天的海上追逐战。贝拉1号啊，原来挂的旗是巴拿马籍，而他注册的船籍是在圭亚那。它是什么样的船呢？它是一个帮助委内瑞拉跟伊朗这些受美国制裁的国家，替他们把石油运出来，把武器或其他的物资运进去，所以被称为影子船队中的一员。美国的海岸警卫队跟美国的战争部，原来叫国防部，早就盯上了这艘船，一直想抓这艘船。但是这艘船呢很厉害，常常用各种方法躲过了这个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一个追击，甚至还曾经跟海岸警卫队冲撞过，还互相发射高压水炮，比谁比较厉害。那后来呢，因为美军大量的大阵仗的陈兵加勒比海，所以这个船想说再挂巴拿马的旗没什么用了，而且美国也把他在圭亚那的船籍也注销了，所以他就改了，他把他的停靠的港口改到俄罗斯的索契，然后呢，他挂的旗就改成俄罗斯旗。那当然俄罗斯也很够意思，
也派了这一个攻击核潜艇来帮他护航，附近呢还有护卫舰。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军海军陆战队加上了海岸警卫队的护卫舰，仍然强行登船。我说过了，他们在海上追逐了18天呐，从加勒比海一直到北大西洋。当然，登船扣船的时候，这个船是空的，代表他已经完成了任务啊。但是中间的过程非常的精彩，美国的陆战队还是搭着这个小鸟直升机登陆在这个船上，强行扣押，这就是标准的世界海盗的行为。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几个议题，等一下再来说吧。好，接下来怎么看美国这个海盗的状况？其实你现在可以看出来啊，川普讲什么贩毒啊，什么这个把罪犯送到美国啊，这些可能都是障眼法而已。他出兵这个委内瑞拉，把这个马杜罗这个掳回这个美国受审啊，这个可能都不是他真正目的。现在看起来真正目的就是个油嘛。对，因为委内瑞拉有全世界最丰富的油藏量，而且它这种油是属于含硫量比较高的种植原油。那这种种植原油呢，事实上在过去的话，它这个美国的大概70%的这些炼油设备哈，都是以适应这种种植原油来设计的。那这种种植原油，它这个在生产，因为原油出来，它可以产生不同的这些。有柴油、有汽油、有航空用油、有这些沥青用油，还有它的附加产品，就是后来做塑胶的整个这个原料，这个它可以产生很多。那这种种植油跟轻质原油啊，它的这个提炼出来的东西跟提炼的成本就不一样。那美国现在过去我看报道说，过去美国在这个主要在加勒比海的这些炼油的工厂，德州、佛罗里达这一片啊。我记得我以前去过城叫 Corpus Christi， 在德州，很漂亮的，全部都是炼油厂，都在那个地方，规模非常大。那他过去投资的时候，因为跟委内瑞拉的关系还很好的时候啊，70%都是做这种种植原油的这种提炼工作。所以其实这种原油，委内瑞拉这种原油，对美国来讲是很符合美国现在的这个实际需求的。所以呢，这一次你看，川普立刻就拿到。从一买3000到5000万桶的这个石油，马上这个油价就降下来了。我觉得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对，第一个，它的油品来源，美国事实上虽然美国产油，现在可能是美国世界最大的产油，可它40%的原油还是靠这个进口的。所以他拿到委内瑞拉原油的话，第一个符合它提炼，对它的工厂来讲驾轻就熟。另外一个，你不要忘记哦，委内瑞拉离美国最近，加勒比海一穿就过去了，那个运费是省很多的。那所以就变成这个，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打的算盘到底是生意人，看到的是资源，战略资源。而他现在已经得到好处啦，马上宣布3000到5000万桶的原油从委内瑞拉进来以后，油价降了多少？现在降到52、55左右。那川普曾经讲过说，美国经济安呐，这个油价等它降到20块、30块一桶的时候啊，我们美国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过去一直大概在68块，你看现在一下掉成这样，所以拿到委内瑞拉的原油，对川普来讲啊，不但是对美国经济有利啊，对川普的这个消弭美国国内通膨，降低国内这些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啊，是有立刻产生作用的。所以呢，现在回想起来啊，这个找了一大堆借口，才发觉他真正的目的就是那个原油。好，但是这样子的行为也太可怕了吧？有明教授，川普为什么从委内瑞拉，现在又是格陵兰，接下来他还放话古巴、哥伦比亚，甚至可能墨西哥，这怎么回事？这就叫做川普的唐罗主义，也就是美国在19世纪上期的时候提到的门罗主义。美洲的事情是美洲国家主管，欧洲国家不要介入。但是门罗主义提出来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
一直到美国的总统叫麦金利就任之后，1895年，川普第2任回来的时候，他公开的讲了好几次，他最佩服的美国总统就是麦金利总统。麦金利做什么事？他把门罗主义用武力来去实践，他发动了美西战争和西班牙的战争，打了近4个月，双方各30万人，在整个波罗的海，在整个加勒比海，然后呢，包含到马尼拉湾。所以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取得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一直到今天。古巴跟菲律宾后来让它独立，但是仍然在美国的附庸掌控之下。所以为什么古巴后来叛逃美国、叛离美国，美国这么生气，一直到现在还制裁它？曾经是它的殖民地啊。现在，而夏威夷同样是麦金利，在1898年同一年打赢美西战争的时候，就把夏威夷给并吞下来。所以这个是叫做19世纪末的传统帝国主义，以战争军队的方式去占领土地、掠夺资源。你不觉得今天一模一样吗？川普的唐罗主义，用唐就是因为他是 Donald， 所以他叫 Don Roll Doctrine， 唐罗主义，也就是石油、稀土，委内瑞拉也有稀土哦，格陵兰就是稀土啊，然后呢，哥伦比亚甚至墨西哥这些地方，第一个，外国不得介入这些领土跟势力范围；第二个，资源，尤其是关键的石油，管你这个油质是不是这个好坏，它毕竟是重要的国家竞争资源，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思维。所以我们不要误会哦，说美国在这个新的地缘政治开始在收缩，回到美洲，回到西方。No， 它是巩固地盘，它是确保它的资源、领土，它用旧的帝国主义的方式，军队占领，管你什么国际法，这就叫做帝国入侵，无法无天。我无法无天到我还退出所有的国际的多边组织、国际联合国的这些机构。因此，现在他已经毫不遮掩。他一点都不尴尬，接下来他会不会对格陵兰采取动作？我觉得一定会。只不过是欧洲国家有没有那个能量去抗拒川普呢？格陵兰毕竟这么大，就在美洲的最北边，他能够抗拒格陵兰在地缘战略以及物资上的吸引吗？唐罗主义不会放过格陵兰的。好，川普现在就是一个阿巴的行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刚刚有明教授已经讲了，现在川普是被叫做唐罗主义啊。好，但是大家还是会比拟到过去19世纪的门罗主义是不是真的复辟了？好，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现在有讲说啊，这个美军突袭抓马杜洛，其实造成蛮多人死亡的这个是他们的内政部长卡贝友他说造成的是100人死亡。好，但是这个马杜洛的生情剧本啊，说其实36年前早就已经上演了。所以门罗主义如何颠覆南美的各个政权，我们也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好，其实从1965年，好，当时的詹森美国的时任总统向多明尼加派出了2.2万名的美军，好，声称说要消除加勒比海地区的共产主义，介入多明尼加内战。好，在1983年，时任的总统雷根也下令要入侵格瑞纳达，派出了将近是2000名的美军，那要保护说这个当地的美国医学生跟防止该国成为苏联古巴的殖民地，要防止这个伊朗人质危机的复撤。好，那在1989年这个时间点是伊伦的出生好，老布希下令派遣了2.4万美军入侵巴拿马。好，这个意旨就是要捉走洛列加，声称行动是在保护民主选举跟打击贩毒。
好，所以看到马杜罗也被说啊，其实他在任内的前3年，他早就已经把113公吨的黄金运往瑞士了。好，那这价格哦，哇，上看了是这个1635亿元哦，我们这已经是算新台币的。好，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好，那看到川普啊，现在哦，这个不只是委内瑞拉，刚刚我们也有讨论到，其实他还觊觎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格陵兰。好，这格陵兰其实就是跟丹麦这边一起的啊。好，那当然他锁定格陵兰啊，大家就是有很多的反弹。那卢比欧则说，将在下周跟丹麦官员来进行会谈，那聚焦讨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挑战跟资源合作，但是拒绝回答是否会使用军队来占领格陵兰。好，因为他拒绝回答，所以我们的标题下的是不排除军事行动，因为他就没有说不会嘛，所以是不排除。好，那如果这部分你要做军事行动的话，恐怕又会引发另外一波的问题跟争议。好，但是卢比欧现在也说，我们下周就要跟丹麦来会谈，谈的就是格陵兰。好，那我们看到 BBC News 的报道说啊，除了传出川普倾向以谈判来购买取代军事行动之外，华府也可能透过影响力行动来拉拢岛内民意，推动格陵兰来脱离丹麦，好，再转为美国的伙伴。好，但是丹麦啊却说，如果我们的北约盟友入侵或是夺取格陵兰哦，就意味着北约的盟友跟2战后的安全架构已经终结了。而且他们的外交部长已经要求召开紧急的会议，所以到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北约自己打自己的一个噩梦。好，那川普为何纠结格陵兰呢？大家说要把地图倒过来看呢？我们看到这就是倒过来翻过来看的样子。因为2025年10月啊，中国商船首次成功利用的北方海路，就是经过俄罗斯北极地区完成前往欧洲的货柜船运输。这时间只需要经由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40天航程的一半呐，所以时间大幅的缩短。好，所以这个战略意义就在于中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方的海权封锁。好，所以把地图翻过来看就知道这北极圈的战略对峙的态势，其中格陵兰就是美国政府钳制中俄最关键的一块拼图。好，格陵兰的企业家啊，他则说啊，这个格陵兰人啊，其实不想成为美国人我们不是商品。好，也看到了这个有报纸叫塞米奇亚克报说，我们真的必须试图避免在格陵兰必须在美国和丹麦之间2择1啊。因为这不是格陵兰人想要的。好，所以看起来格陵兰人对于川普的动作也是蛮反弹的。好，但我们要看到第一岛链的日本啊，因为日本对于委内瑞拉这件事情大家就认为并没有特别的大声的驳斥美国或是斥责美国。好，所以日本的记者会议啊，他们6号就发了声明强烈的谴责说，这个美国袭击委内瑞拉是践踏国际法跟国际秩序的大原则，是绝对不允许的。好，这声明当中其实有要求日本政府必须要向全世界传达谴责错误的行径，说世界和平不能依靠武力维持他说这个日本的立场必须要表明。好，但是高市早苗应该不会是这样想嘛因为也一直被中国大陆说他们是希望军国主义复辟那当然也是要用武力来做嘛。所以看看这个日本的政府现在内部其实也是蛮多不同的纷扰。好，但是日本在野党啊，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的委员长，他就特别讲说啊，这是一条既破坏和平又摧毁民生的路线。然后说呢，这个高市早苗的讨论啊，是一条这个推动军备扩张就会把日本推向战争危险之中，而且可能会导致日本在亚洲跟全世界陷入孤立，这是一条亡国之路。所以内部也蛮多人在意跟忧心的。好，那中国现在说要制裁日本，用什么方法？再度打出的就是稀土牌。好，出口管制升级。这个日本的外务官员说啊，这是蓄意的外交升级。好，中国大陆亮了稀土牌管制3个月，日本的经济损失啊，预估是高达1326亿元。好，这也是这个大概是新台币2兆元的规模。经济学家说啊，其实这个持续3个月啊，对日本来说啊，经济损失非常的多，可能也会使国内的生产毛额下降0.11%。好，所以现在看到整个局势，因为美国、日本还有现在的整个第一岛链又变得更加的紧张。好，我们要先看门罗主义的部分，我们先问介大使。
当然，门罗主义是因为当时19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门罗啊，他就提出了这个主张。他的主张基本上这个很简单，他的定义就是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是我们美洲人的地盘，欧洲人不要再来管我们。因为欧洲像西班牙、葡萄牙，甚至这些法国啊，甚至英国，他们在美洲都有殖民地啊。你不要以为法国法属圭亚那，嘿嘿，英国在加勒比海多的是殖民地啊。那这个整个南美洲、中南美洲都是讲西班牙语的啊。那巴西这么大都是葡萄牙的。那美国人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跑到美国来的话，就是要避开这些旧大陆的这些纷纷扰扰。那所以美国这个门罗主义就标成你们这些欧洲帝国主义你们以后不要来管我们美洲的事，美洲我美国做老大。不过美国这个门罗主义呢，基本上不是为了美洲的这个繁荣兴盛，他是把美洲整个控制在不让外面干涉的时候他对整个南美洲进行一种什么分而治之，尽量使它弱化，干涉它的这个所有的内政，让它内政的走向不要影响到美国的利益。所以呢，哪里有纠纷呢，他就去怎么样，就去怎么撒盐，然后哪里团结和谐呢，他就去挖坑。所以北美洲这么大，论资源，论他们也都是这些原来的状况都一样，都是欧洲的移民啊，谁也不服谁啊，只有美国独强，南美洲一片混乱，其实就是这个美国在那边背后搞的鬼。这个门罗主义说穿了，大家不要来管，让我一个人在美洲大陆称霸之下，我还要把中南美洲永远搞成什么样？分裂内斗，然后怎么样贫穷愚昧无知。这个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吗？某种程度没有。谁想到方法来治他？就是Maduro他们你把我搞这么穷，我就把我穷人都送给你美国。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那川普现在他要赌这个所以他用这种非常手段，又搞了一个新门罗主义那可是问题现在存在的是国际法跟联合国已经成立了，跟你那19世纪的门罗总统的外在条件完全不一样了。那所以川普这个事实上他这个做法，全世界都在谴责。那很多国家也愿意看到他这样乱搞。你美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基业，川普这种搞法的话，硬实力也没有，软实力也没有了。那这个格陵兰，我跟你讲，川普非拿不可。他在去年12月底已经任命了现在的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长，叫 Jeff Landry， 他已经做了格陵兰特使。他上任的时候，他在 X 平台来讲，我的职务任务就是协助川普总统使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哇，所以看起来他不拿到格陵兰不择手段。邱毅委员，我来告诉大家，委内瑞拉下一个到底是谁？其实今天川普不是没有头脑的莽汉，他知道嘛，美国不能再陷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前车之鉴所以他希望能够赶快的进去，用军事绑架马杜罗。而在其中，为什么会选择用三角洲部队？道理很简单，因为卡拉加斯离加勒比海的海岸线11公里，所以进去的容易，退也容易。而你知道，现在经过事后的精算，就差5秒钟，马杜罗夫妻就进到安全屋里面，就抓不到了。那如果差这5秒钟，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整个世界局势改观，三角洲特种部队被歼灭，川普的胜利变成惨败。那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就差了这5秒钟，在这个电阀门要关到一半的时候，硬是被特种部队把这个门给挡住了，所以抓了夫妻俩。然后也因为离海岸线近，很迅速的撤离，所以没有人发生
伤亡的事件，得到了全胜而归，也立了威。好，那下一个是谁？川普曾经点名哥伦比亚，可是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它不是在海岸线旁边，它是在内陆，所以没有那么容易，三角洲部队就可以如法炮制一遍，复制一个这个模式的，是做不到的。所以哥伦比亚的总统佩特罗跟川普之间的口水战就是口水战。短期呢，哥伦比亚还不会发生大问题，那真的会有问题的，应该就是格陵兰了。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拿下格陵兰？大概有4个可能。第一个就是直接用军事直接介入，可是刚才一轮已经说了，用军事介入的话，那等于北约的头去侵占我北约的小伙伴丹麦的主权。那这一来的话，那可能就引起大风暴，北约就解体了。所以第一条路是不通的。那第二条路呢，就是胁迫的方式，叫丹麦把格陵兰就卖给美国，一则军事威胁，二则以钱诱资，看看丹麦肯不肯卖。因为丹麦在2战的时候，只不过4个小时就投降了德国。所以大家认为丹麦一般来说嘴巴硬，但是做起来是够软的。第3个是模仿日本当年拿下朝鲜、韩国的例子，先让你韩国独立，他现在就先让格陵兰独立，透过公投独立，然后接着美国再把这个格陵兰给拿下来。第4个方式是最可能现在的方式，就是跟丹麦谈好。主权还是你丹麦，但是其他的经营权就由我美国来包办。那他一样可以掌握格陵兰的资源，可以掌握北极到大西洋的这个航线的枢纽，它也可以达到遏制中俄它安全上面的考量。对，所以这个可能性是最高的，都是美国说的算啦。有明教授怎么看？不管格陵兰未来的命运如何，只要美国插手，美国的西方联盟北约如果不解体，它也就区域化了。什么意思？区域化，也就是你只能顾你自己欧洲的事情，连欧洲的事情都不一定做得好。俄乌战争、格陵兰，整个从欧盟到北约的这些国家，没有办法对抗美国。对抗自己的老板，对抗自己的大哥，对自己的霸凌，没办法。那当然你就会离心离德，而且将来你要说北约再像以前一样跟着美国去攻打伊拉克，在2003年的时候，那这种场景不可能再出现了，也不会有什么法国、英国的这些战舰、军舰跑到南海来，跑到台湾海峡来，也不会出现了。所以现在新的地缘政治出现了，我觉得新的地缘政治就在过去这不到一个月的期间，在美国这边，也就是重返西方、重返美洲，巩固地盘、军事军队进去掠夺资源，取得有效的占领。接下来格陵兰的剧还是会演下去。而另外一方面，各位，我提醒大家在东亚呢，其实新的地缘政治也跟美国的这个唐罗主义同样的精彩呀，不是吗？整个东亚的中国主导地位也越来越明确了。但跟美国不同的是，美国是粗暴的手段，美国是无法无天的作为，中国呢是恩威并施。什么意思呢？在去年年底，中国跟东南亚的东协推进了中国东协自贸区 3.0， 更进一步的强化中国东协从2010年来到现在的整体的经济一体化。然后呢，外交去介入协调柬埔寨跟泰国之间的边境冲突，有成效。你看到韩国李在明访问中国大陆，还跟习近平自拍，这个自拍不是突发的，这一定要先沟通好的。你看这个角度都摆得很好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作为，其实表示韩国跟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在东北亚上，更进一步的展开合作，更进一步展开关系的修复。你不要忘记哦，那解放军对台湾的环台军演，不就是警告台独，警告外力介入，然后最精彩的来了，也就是对日本采取军民两用，禁止提供给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进行反倾销调查，甚至有可能将来针对稀土做全面的管制。日本的经济要面临到全面的危机了。Nitori 的董事长昨天就说了，我们的电视机、手机都要用到稀土啊，政府一定要想办法，不然我们日本的经济会面临到严重的危机啊。东西之间新地缘政治形成了。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好，我们从川普1.0就知道他是单边主义的倡行者。好，他现在也确实退出了66个国际组织。好，白宫说因为违反的是国家利益。好，我们就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说这些组织被川普政府视为浪费、低效、有害。好，说而且对其他的国际组织审查都还在进行当中。好，我们看到这成为了今日热搜，一度到了第2名。好，川普也是有可能会进华尔街投资人炒住宅房说打压美国的房价。好，那当然也看到了这个黑石集团的股价也一度应声的下跌，多达9.3%。那这公司是美国独栋住宅领域的重要投资者。好，那现在看到关税啊，这个川普政府一直说带来了庞大的收入，但真的是这样吗？那川普现在也要争取2027年的军费来到1.5兆美元那个增幅啊来到50%，创了新高。那当然，《金融时报》说啊，这真的是创纪录啊，争取的增幅达到50%以上。但现在美国内部很乱，我们来看到，其实他们这个 ICE 又是这个暴力执法。我们看到它这个是明尼阿波利斯移民的执法局 ICE 特工开枪打死了1名女子。好，这是看到这个派遣多达2000名联邦特工跟官员空降明尼阿波这个利斯地区那国土安全部长是甚至穿上了是战术背心来参与逮捕。好，那这一名美国移民跟这个海关的执法局 ICE 官员在一辆车内开枪打死了1名女子。好，这名女子是37岁。好，川普说已经看过了枪击事件的影像画面，你可以看到现在这就是影像画面的当下，被枪击的女子他认为行为非常不当，有阻挠跟反抗，然后故意的恶毒开枪的冲撞 ICE 官员，所以他说这名官员是出于自卫才对这名37岁的女子开枪，因此他认为没有问题，没有执法过当。好，但是这个酿成了1人死亡。我们看到明尼苏达州这边也有示威这个大家愤怒的上街要求联邦力量撤出地方。好，所以看到州长这里也有愤怒的声音，他说啊，川普你这是宣战吧？我们来听一下。The war that's being waged against Minnesota, you're seeing it. We have a ridiculous surge of apparently 2,000 people not coordinating with us that are for a show of the cameras. I'm going to note to all of you, today is January 6th. There's no debate what happen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led an insurrection against a fair election to try and overturn that. And, you know, 好，当然美中的部分我们要关心的是大豆。说现在中国增购10团的美国大豆，那目前购买的这个美国大豆已经接近到1000万吨。好，那当然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中汽被要求要暂停下单辉达 H200，这算是北京在踩刹车吗？那中国货轮也变成了5库舰装60垂发，火力堪比驱逐舰。那美国媒体非常担心饱和打击会成为第一岛链的噩梦。好，第一岛链，我们中华民国也在第一岛链上面。好，我们看到了一开始就是川普退出了这个国际组织，到底打什么算盘？我们先问介大使。对，其实我们研究学术角度来看，国际当然这杨老师是专家，这个国际组织基本上它有一个天敌。它的天敌叫什么？天敌就叫霸权。因为国际组织基本上它成立，你加入这个国际组织，你要加入它的
你要签约加入他的这个接受他的这个 bylaw， 他的这个宗旨规章。那这些规章都是让你把你的主权一部分让渡出来，让这个组织来管辖。所以呢，这个霸权他最希望的是什么？他最希望他的完全的自由度，没有任何人能够节制他的行为，在国际社会行为。所以国际组织的霸权，它的天敌就是霸权。那美国现在就是霸权瘾犯了，因为他发觉我加入这些国际组织，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那我还算什么霸权？联合国，我听联合国的话，我还打什么委内瑞拉？我堂堂第一大国，手上那么多兵多将广，武器又最先进的，我不能用，那我干嘛要加入联合国？那我发展这些有什么用？所以川普就是这种霸权心态作祟。那他这次退出一共66个其中35个跟联合国无关，31个是跟联合国有关。那美联社报道，他没有，现在名单还没出来美联社说大概是跟哪些有关？大概跟这些气候啦、劳工啦、移民这些有关。那这里面你看，如果气候的话，他已经退出这个巴黎协定了嘛，议定书了嘛。那他如果再退出，就干脆退出这个所谓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那是巴黎协定的母约，那你就完全不受这些联合国有关气候上面的这些国际法。那天你加入以后，你的排放量，你能排多少温室气体，你就受限制啊。那川普就讲，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大，为什么要受你限制呢？所以他都退出来了。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新方向。那美国就像一只放出笼子里的一只野兽，将来它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大家勒紧安全带。对啊，这个野兽出来就是乱咬人啦。邱毅委员，川普确确实实在他的霸权美国梦上大步的往前冲，我用冲这个字他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打从他抓了马杜罗夫妻以后，他现在很得意所以他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要遂行他的世界海盗的角色。而联合国31个联合国组织，35个非联合国的国际组织的退群，还要再加上一点，就是他1.5兆美元的军费增加，比去年增加了50%，去年是1兆美元，现在是1.5兆美元。为什么？因为他不准备做世界警察了，他不尽义务了，他也不要什么世界和平了，反正诺贝尔和平奖没拿到嘛。我现在就做一个世界的海盗，世界的强盗。那要这么做的话，你当然要有个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所以他要增加许多的军费。可是美国的债务的负担很重，他如何才能够筹到这笔钱呢？所以川普现在正在全世界各地像贪狼的豺狼一样到处找利益。说实话，他用贩毒这个名义去控告马杜罗夫妻，但是事实上目的就是为了要石油嘛。他也知道美国不可能长期占有委内瑞拉，所以他采取的方式就是用所谓的斩首行动的方式，闪电解决，然后再让卢比欧去处理这些所谓后续的石油的问题，要把原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委内瑞拉所建立的经济的联系完全打断，它垄断所有的石油资源另外还有在委内瑞拉中部的稀土跟贵金属的资源，这都是他要掌握的。可是现在他希望美国的石油公司重新再回到委内瑞拉，大家心中也怕怕的跟你川普一起合作是太危险了，随时可能被你吃掉所以也不是有那么多的这些美国的石油公司愿意进到委内瑞拉去，他们也认为进去之后，未来面对的是一个不可测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继续找钱的行动会积极的进行，格陵兰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吗？
是游明教授怎么看？这名被 ICE 击毙的美国女子，她是美国籍哈，她并不是非法移民。她其实非常积极的去抗拒，就是美国川普总统 ICE 的这些执法的作为。那我们从画面上看起来，其实相反的，明尼苏达州的这个警察的主管说，跟川普政府主张他是暴力冲撞警察不一样，他事实上是要脱离现场。结果呢被击毙，而且击毙之后才死离大概只有3-5公尺而已，所以事实上这个现在已经变成美国国内重要的一个事件。但这也显现出川普退出66个国际组织它不只是在实务上有冲击，它的国际政治上的影响更大。怎么说呢？国际法其实是法律，但它跟一般的法律不一样，它不是由一个中央政府或者法院或者执法机构去执行。它是由国家之间彼此相互的去，就是说遵守，然后呢采取制裁的抵制的作为。那国际法在大多数的领域，除了军事跟安全之外，都是很强的拘束力的。国际贸易、国际交往、国际外交，可是，在军事这个层面呢，国际法是个弱法，没有办法。尤其是霸权要违反的时候，大家拿它没办法。可是现在美国退出66个国际组织，什么意思呢？它涵盖的是包山包海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国际的政策、国际的规范的形成，它都会各国的政策的协调，会在这个组织多边的会议当中去讨论、去协商。它不一定会做投票，因为不一定反映出真正的现实。但协商的过程当中，签订条约、发布这个声明，然后呢，形成一个国家实践，形成一个国际条约，就变成国际法。现在美国不参加了，什么意思？也就是就像孟晚舟事件一样，那个时候美国跟欧洲跟中国、俄罗斯都跟伊朗签了一个核子协议，伊朗停止发展核武，然后呢，各国开始去减少对它的制裁。川普的时候单独退出来，各国其他还是跟伊朗维持那个协议啊。那孟晚舟没有违反中国法律，没有违反欧洲法律，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律。那他在香港的公司出售一个东西，里面含有美国的零件，但是美国说我退出了那个协议了，我退出这个国际组织了，所以你们的这些规范对我不适用，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法律。你说我是常备管辖，不对，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法律。所以将来美国在一切的作为，他都可以按照他自己国内法去常备管辖，不管国际规范，不管国际秩序，不管国际法。你现在管不住他了，就是准备这个样子。他不是说这个是浪费啦，其实他的浪费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照我的意思，你们这些小国跟我没有抗拒能力，你不照我的意思，那当然跟我一天到晚谈，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什么用？我这么做就是这么做。美国经常有这样子的态度出来，但是他从来不会敢说完全的退出。现在66个完全的退出，这种态度已经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对的，就是法律跟主权之上。他把美国的国内法，他把川普的个人意志视为他美国的对外行为的唯一依据，就是如此。我不跟你在那边花时间讨论，你讨论出来的这些规范秩序对我没有影响，